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5月，帕克再一次坐到了他那張我們都熟悉的木桌前，端着咖啡杯，神色凝重地對着鏡頭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看見地球正在发出顫抖，未來幾周內，某個地區將迎來一場強震，而這只是更大風暴的序幕。這句話一出，全球觀眾的留言板瞬間刷屏。有人問，是日本嗎？有人問，是加州嗎？有人問，會不會是台灣？也有人問，會不會輪到歐洲？帕克並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地名，他只是說，我看到的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條鏈條，像一串爆竹，一個接一個地響。這個比喻後來被無數網友反覆轉發，因為它精準地戳中了人類最深的恐懼。當大地不再穩定，當我們腳下這片以為亘古不變的土地開始搖晃，我們才會猛然發現，原來自己什麼也沒有準備。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那位在2016年提前預測川普當選，提前預測英國脫歐，提前1年預測伊麗莎白女王離世，甚至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數月就點名警告大規模傳染病的帕克。他這一次不僅警告地震，還做出了一個更讓人震驚的呼籲，請大家立刻儲備糧食，並把一部分現金留在家裡。為什麼一向溫和，總是強調正面思考可以改變未來的帕克，這次語氣會如此急迫？這篇預測背後究竟藏着什麼樣的線索？為什麼他要把地震、氣體雲、銀行擠兌、網絡癱瘓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事件串成一條警示鏈？這支影片我們就要一條一條把它拆開來看，把那些容易被你忽略的細節全部攤在陽光下。讓我們先回到2026年5月初，帕克在他標誌性的咖啡时間節目裡向全球觀眾做了最新的更新。他坦言，從去年底到今年第1季度，他連續收到了一些讓他自己都感到不安的圖像。第一個圖像是日本北方，一片籠罩在淡灰色霧氣中的城市，街上沒有人，天空像被一塊厚厚的毯子壓住。他形容那個畫面像是空氣本身變成了毒藥。第二個圖像是太平洋西岸的某個港口，海水詭異地後退到1公里之外，露出黑色的海床和扭曲的礁石，海鷗在天空中發出尖銳的叫聲。第三個圖像是一棟現代化的高樓，玻璃窗在無聲中一塊接一塊地碎裂，但畫面裡並沒有風，也沒有爆炸聲，那種寂靜本身比任何聲音都更恐怖。第四個圖像是一條長長的人龍排在一家銀行門口，門上掛着一塊紙板，上面寫着系統維護中，但所有人都心裡明白，那扇門可能再也不会打開。這些圖像並不新奇，早在2015年帕克的著作裡，他就提到過一個關於日本被某種氣體雲籠罩的預言。當時許多人並不在意，把它當作一個遙遠的科幻場景。然而到了今年，帕克透露，印度南部的内迪叶密文再次給出了類似的訊息。那是一片由棕榈葉刻寫的古老預言文獻，傳說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葉子上隱約透露的時間點指向了今年8月，地點則被進一步圈定在日本北方。那笛葉之所以神奇，是因為它的核心邏輯與我們熟悉的占卜不同。傳說中，這些葉子是由古印度的7位聖人將特定靈魂的命運提前刻在棕櫚葉上，等待這些靈魂在合適的時間自己親自上門領取。換句話說，葉子並不是為所有人準備的，而是只為那些命中注定要在某個時刻來到泰米爾納德邦的人預先寫好的。帕克說，他多次親自前往印度查閱纳迪叶，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葉子告訴他，你将會替全世界發出警告，提醒人類某個國家將被氣體雲覆蓋。這段描述太過具體，以至於他自己也半信半疑了很多年。直到2025年下半年，他根據後續接收到的訊號，把這個氣體雲事件鎖定在日本，並且把時間圈定在2026年8月，地點集中在日本北部。如果只是這樣，也許還算不上未来幾周將爆強震這麼緊迫。但帕克接着說，日本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整個太平洋火環從勘察加半島往下，經過千島群島、北海道、本州、琉球、台灣、菲律賓、印尼，一直延伸到紐西蘭，再順着南美洲西岸往上回到加州。這條長達4萬公里的火環正在進入一個我從未見過的活躍期。他特別點名2個地區，第一個是日本東北的外海，
第二個是美國西海岸，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一直到加州北部的卡斯卡迪亞俯冲带。為什麼是這兩個地方？這就要說到一個讓地質學家自己也夜不能寐的最新研究。就在帕克發布5月預測的前幾天，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科學家公布了一份論文，內容簡直像是替帕克的預言做注腳。這群科學家研究了長達3100年的海底沉積層，發現了一個被忽略了上百年的可怕真相：北邊的卡斯卡迪亞俯冲带和南邊的聖安德烈斯断層並不是2個獨立的地震系統。在過去1500年裡，至少有3次，這2個世界最危險的斷層幾乎在同一天甚至同一個小時內先後斷裂。最近的一次發生在公元1700年。換句話說，當北邊的大地震發生時，南邊的斷層也很可能在幾分鐘到幾小時之內被觸發。研究團隊負責人說，我們一直以為卡斯卡迪亞大地震本身已經是最糟糕的劇本，但事實上它可能是双重災難的前奏。如果2條斷層同時動，那麼舊金山、波特蘭、西雅圖、溫哥華將在壓縮的時間內同時陷入緊急狀態，整個美國的救災資源都不夠分配。科學家們是怎麼發現這件事的？他們研究的是一種叫做浊流岩的特殊沉積物。當一場大地震發生在海底，會引發水下山崩，山崩會把大量沉積物從大陸坡推向深海，這些沉積物會按照特定的順序堆疊起來，形成一層又一層的記錄。透過分析這些記錄，科學家可以反推幾千年來每一次大地震發生的時間。讓他們震驚的是，在過去1500年裡，至少有3組記錄顯示，南北2個斷層的沉積物特徵異常相似，相似到只能用一個解釋來描述，那就是它們在幾乎同一個時間段被觸發。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那麼下一次的西海岸大地震恐怕不會是一個城市的災難，而是整個太平洋西岸的雙重浩劫。我們把這個科學發現放在帕克的最新預測旁邊，是不是會起一身雞皮疙瘩？帕克說的某地將爆強震，並沒有特別具體的指向哪個城市，但他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形容。我看見的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條鏈條，像一串爆竹，一個接一個地響。爆竹這個比喻幾乎完美對應了俯衝帶連環觸發的科學模型。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斷言帕克看的就是西海岸，但你不得不承認，這種兩者吻合的如此精準的時刻，常常會讓人對所謂的直覺產生新的敬意。帕克自己也承認，他並不能100%確定地震會在哪一個具體的城市發生。他說的是，在未來幾周到幾個月的時間窗裡，地球的某一塊大地會出現遠超平均水準的震動，而這個震動可能引發海嘯，可能切斷供電與供水，可能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他特別強調的是，日本北方、美國西岸、台灣周邊海域、印尼以及意大利和土耳其。為什麼是這幾個地方？因為這些地方本來就是地球上最容易發生大地震的高風險區。日本本州外海正下方就是太平洋板塊和北美板塊的剧烈碰撞區，每一次擠壓累積的能量都足以撼動整個東亞。美國西岸的聖安德烈斯斷層從加州一路延伸超過1200公里。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最新估算，未來30年內，加州發生規模 6.7 以上地震的幾率高達 99%。台灣周邊海域本來就位於環太平洋火環的核心位置，又有菲律賓海板塊向歐亞板塊的高速擠壓。印尼是世界上火山與地震最多的國家之一，蘇門答臘外海的大地震餘震至今未平。意大利的亞平宁山脈是歐洲少數活躍的断層帶。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更是被当地地震學家警告，未來5年內發生規模 7.5 以上強震的幾率超過 50%。帕克這次提到的這些地方，每一個都不是隨機點名，而是地震學家自己也夜不能寐的真正高風險區。他用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詞，我聽到地壳在呻吟。這個比喻背後其實有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科學基礎。地震學家近年來透過超敏感儀器已經發現了一種叫做曼华事件的奇特現象。在大地震发生之前数周甚至数月，地壳深處會先進行一種非常緩慢的滑動，這種滑動人類根本感覺不到，但它釋放的微弱訊號可以被精密儀器捕捉到。帕克所說的聽到地殼呻吟，
會不會就是某種對應於曼華事件的直覺感知？這個問題目前科學還無法給出答案，但這個吻合本身已經足夠讓人深思。聊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深入問一個問題，既然只是預言，為什麼大家對帕克的話如此重視？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去幾年，看看他過去的成績單。2015年，他在自己的書裡就明確寫過，會有一場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在2020年前後爆發，這當時被嘲笑為風言風語，直到2019年底新冠出現，全世界才驚覺，這個英國人真的看到了什麼。2016年初，當所有主流民調都看好希拉蕊時，帕克在鏡頭前堅定地說川普會勝出，結果年底，川普真的入主白宮。同一年，他也預測了英國脫歐公投，比所有政治評論家都早。2022年9月，他預測伊麗莎白女王將在那一年離世，事實證明，他比英國王室自己宣布的還早。2023年到2024年，他多次警告以色列、伊朗、加薩之間將會升級為直接衝突，並且具體點到對伊朗核設施的精準打擊。這在2025年中以衝突中真的應驗，連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在無人機襲擊中喪生，他都在事前數月發出過警告。如果只是猜中一兩件事，我們可以說是巧合，但這個人幾乎每一個重大轉折點都提前點到，這就讓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個問題，他到底是從哪裡看到這些畫面的？帕克自己給的答案是2條，第一是他自己的靈視，他從20多歲開始就接受過靈媒訓練，他常常描述那些畫面是突然出現的，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一種他自己也說不清的感官，整個人会像被一只溫和的手按住，然後一段影像、一個情緒、一個地名、一個日期會在腦海中清晰地浮現，停留幾秒鐘，再緩緩淡去。第二是印度納迪葉，他從很多年前就一直在研究這些古老的棕榈葉，並且把葉子上的內容與自己的靈視做交叉比對，當兩邊的訊息完全吻合時，他才會把這個預言公開出来。這也是為什麼帕克的預言準確率遠遠高於那些只憑直覺亂猜的網紅占卜師。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帕克說的這場8月日本氣體雲事件與他現在說的未來幾周強震其實是一條因果鏈呢？讓我們大膽假設一下，日本北方位於環太平洋火環之上，地下藏着大量火山，包括北海道的有珠山、石胜岳、尊前山，以及大量休眠中的地熱系統。如果未來幾周內日本東北外海發生強震，地震波會剧烈擾動地壳深處的岩漿與封閉氣體，這些氣體往往富含硫化氫、二氧化硫甚至甲烷。當地殼出現裂縫時，這些氣體就會大規模噴湧而出，形成一片低空滯留的有毒氣體雲。歷史上，類似的場景並非沒有先例。1986年，喀麥隆的尼奧斯湖就因為地震與火山活動，從湖底釋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當晚就有1700多人在睡夢中窒息死亡，方圓25公里之內，連雞犬都不剩。如果今年8月真的有類似事件發生在日本北方，加上日本沿海複雜的工業帶與化工廠分布，後果可能比尼奧斯湖嚴重數百倍。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演，我們希望它永遠不要發生。但這個推演也許就是帕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急切提醒大家儲備物資的真正原因。他並不是在販賣恐慌，他是在替那些可能因為不知情而錯失準備時間的人撐起最後一把雨傘。接下來，我們聊聊帕克在5月節目中拋出的第2個重磅警告：經濟危機已經到家門口了。帕克說，他從去年開始反覆收到一個畫面，人們排着長長的隊伍站在銀行門口，但門是關着的。他形容那個隊伍像沒有盡頭的蛇，人們手裡拿着塑膠袋，臉上沒有表情。這個畫面可能對應的是一場銀行擠兌，也可能是一次大規模的金融凍結。為什麼帕克會接收到這樣的圖像？因為從2026年3月開始，全球經濟確實出現了多個讓人擔心的信號。第一，美國的勞動市场。根據布魯金斯學會今年1月公布的觀察報告，自從去年4月以來，美國每月平均新增就業人數只有可憐的17000人。要知道，正常經濟周期下，這個數字至少要在15萬以上才算健康。17000
這在歷史上往往代表勞動市場已經陷入危機。原因之一是移民政策大幅收緊，勞动力供给骤降。原因之二是企業在關稅與利率的雙重夹擊下，已經沒有擴張意願。原因之三是人工智慧開始大規模取代白領工作，從程式設計師到會計師，從文案編輯到法律助理，無數原本被認為穩定的崗位都在這一輪自動化浪潮中被洗刷。第二，全球糧價。根據世界糧食計劃署在今年發布的全球展望，截至目前，全球有 3.18 億人正面臨危機級別的飢餓，是疫情前2019年數字的2倍以上。其中有4100萬人已經處於緊急級別，再來一次干擾就會直接掉進饑荒。英國的食品通膨在3月被緊急上調到全年 9% 到 10%， 部分分析師甚至認為可能突破 12%。美國的牛肉價格今年3月比去年3月高了 12.1%， 咖啡價格年增接近 20%， 海鮮也因為各國關稅和氣候變化而持續上漲。歐洲的乳製品雖然有所回落，但因為氣候異常導致的小麥減產，麵粉與烘焙產品的價格在最近2個月內已經悄悄漲了將近 15%。第三，能源市场。中東從去年中以色列與伊朗的直接衝突開始，就一直沒有真正穩定。荷姆茲海峽幾度進入警戒狀態，全球油價在這幾個月反覆震盪。一旦荷姆茲海峽真的中斷，哪怕2到3週，全球的食品、化肥、運輸鏈條就會同時陷入混亂。化肥短缺意味着下一季的農作物產量銳減，農作物減產又意味着1年之後全球糧價再度上漲。這是一個延遲1年才會顯現的滾雪球效應，而我們現在就站在雪球啟動的山頂。第四，私人信貸與股市。根據國際大型經濟研究機構的最新報告，全球私人信貸市場規模已經膨脹到一個讓監管者徹夜難眠的程度。當經濟成長放緩，這種高槓桿、低流動性的市場往往是危機的引爆點。一旦其中幾個大型基金出現違約，整個信貸市場可能在數週內結凍。與此同時，美國股市的估值已經逼近2000年網絡泡沫時期的水準。只要連續幾家大型科技公司沒有達到財報預期，市場信心就可能瞬間崩塌。帕克說，他看到的畫面是一個男人推着一台手推車走進超市，但貨架是空的。他形容那個畫面像是某種電影裡的場景，但他知道那不是電影，那是即將到來的某種日常。他並沒有給出具體日期，但他強調，在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上半年之間，會出現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這段時間裡，現金的價值會被重新發現。為什麼？因為他同時預測，未來12個月內會出現一次或多次大規模的網絡攻擊事件，目標可能是銀行系統、加密貨幣交易所以及人工智慧的核心基礎設施。當網絡被攻擊，提款機可能停擺，刷卡系統可能癱瘓，網絡銀行可能暫時下線。那個時候，你口袋裡有沒有一些現金，就會變成生死攸關的事。這個畫面其實在過去幾年裡已經有過多次小規模的預演。2021年的美國殖民管道公司被勒索軟體攻擊，導致美國東岸燃油供應一度中斷。2023年的拉斯維加斯賭場大規模駭客事件造成數十億美元損失。2024年的全球微軟系統當機事件，讓世界上多家航空公司、銀行、醫院在同一個下午陷入停擺。這些都還只是技術性的單一事件。如果未來某一天，駭客集團真的瞄準了多家大型銀行的核心結算系統，那麼民眾在那一刻能否從提款機取到現金，就會直接決定他們接下來幾天的生活品質。這也是為什麼帕克這次特別強調囤糧與現金。糧食是為了應對供應鏈中斷與運輸停滯，現金是為了應對支付系統的短暫癱瘓。它並不是要大家陷入末日恐慌，而是請大家做一個普通家庭都能做的最低限度準備。家裡至少儲備2到4週的飲用水與不易腐敗的食物，並且保留相當於1個月生活費的現金。這是非常理性的建議。不論預言準不準，這種準備本身在颱風、停電、地震等各種日常風險中都用得上。聊到這裡，我們再進一步深入。為什麼帕克在2026年5月這個時間點會把這些預測一口氣全部端出來？他自己給了答案。
因為我看到的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個套餐：地震、火山、氣體雲、網絡攻擊、銀行危機、糧食短缺、地緣衝突，這些東西是綁在一起的。當其中一個觸發，其他幾個就會像骨牌一樣連續倒下。這也是為什麼他要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大家，請現在就開始準備。帕克還順帶提到了幾個今年的重大政治預測，我們也來看看。他說，川普在2026年將繼續處於權力中心，甚至可能透過某種非常規方式謀求事實上的第3任期。雖然美國憲法第22修正案明確規定總統最多2任，但帕克認為，當全球進入一場大規模衝突狀態時，所謂的緊急統治權會讓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變得可能。這當然只是一種預測，但結合過去這1-2年美國國內政治的分裂與激化，這個預言也許並不像聽上去那麼荒謬。他特別提到，川普的這個位置並不一定是透過第3次正式競選，而可能是以一種大家現在還想不到的方式，例如以某個特殊顧問身份，或者以某種國家危機狀態下的指定領導人身份，重新出現在白宮的核心決策圈內。他還提到了北約，他說，北約在2026年到2027年之間會明顯走向鬆動，許多歐洲國家會被迫獨自面對來自東方的軍事壓力。到了2030年前後，一個新的國際安全組織會慢慢成型，取代北約與聯合國的部分功能。聯合國，他形容已經失去牙齒幾十年了。這聽起來悲觀，但帕克說，這正是舊秩序解體、新秩序誕生的必經之路。他甚至暗示，這個新的國際組織可能會由幾個亞洲和歐洲的中型國家率先發起，而不是傳統的美俄主導。這對長期觀察國際關係的朋友來說，是一個值得收藏的預言。關於英國王室，帕克也給出了幾個讓人意外的預測。他說，國王查爾斯的健康狀況不會像外界宣傳的那麼樂觀，到2026年年中可能會出現一次重大轉折。王儲威廉將在不久之後登上王位，被稱為威廉五世。新王登基後會迅速對家族內部進行清理，包括取消哈利與梅根的王室頭銜，以及處理安德魯王子過去糾葛多年的爭議。帕克說，他看見威廉的統治風格會更接近他的祖母伊麗莎白二世，而不是他的父親，堅韌、保守，卻又充滿同理心。他甚至預測威廉登基後不久會遭遇一次未遂的安全事件，但所幸不會造成嚴重後果。凱特王妃的健康會比外界預想的恢復得更快，並且會在未來幾年中承擔起越來越重的公共角色。關於中國，帕克也有自己的觀察。他從很多年前就提出過，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會慢慢出現變化，最終走向某種帶有民主特徵的新形態。他特別提到孫中山的精神將會在某個歷史節點上被重新討論。當然，這個預測時間跨度很長，未必會在2026年就應驗，但他相信今年發生的某些國際事件會加速這個過程。他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當一個房間的窗戶被推開一條縫的時候，整個房間的空氣就再也回不到從前。聊到這裡，我們再回到最一開始的那個畫面。帕克坐在木桌前，端着咖啡，語氣急迫地說，未來幾周，某個地方將爆強震。為什麼這個畫面如此打動人？因為它讓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遠比我們以為的更脆弱。我們以為地殼是穩固的，但它每天都在運動。我們以為食物總會在貨架上，但供應鏈是由無數細小環節串起來的。我們以為網絡會永遠在那裡，但攻擊者只需要一個漏洞。我們以為民主制度是天經地義的，但歷史一再證明，它需要每一代人去守護。帕克的預言，不論你信或不信，都至少做了一件事，提醒我們，文明的舒適區是有代價的，而這個代價往往在我們最沒有準備的時候悄悄到來。他自己也說，他並不希望這些預言成真。他做這份工作的目的，從來不是要嚇唬誰，而是要用最大的力氣搖醒那些還在睡夢中的人。如果他說的1000件事裡，有999件被你的準備提前化解，那就是最好的結局。剩下那一件如果真的發生，你也有足夠的緩衝可以保護家人。那麼，普通人到底該怎麼做？整理一下帕克在5月預測中給出的具體建議，可以濃縮成幾個重點。
第一，家中儲備2到4周的飲用水，每人每天至少3公升。以4口之家來算，一周大約需要84公升。記得每3到6個月輪換一次，避免水質劣化。第二，準備2到4周的乾糧與罐頭，包括白米、麵條、意大利麵、罐頭肉、罐頭魚、堅果、奶粉、即食穀物等等。這些東西保質期長，營養也足，建議搭配一些調味料，例如鹽、糖、味精、醬油、植物油，這樣即便長期食用乾糧，也不至於失去基本的飲食滿足感。第三，保留至少1個月生活費的現金，紙鈔為主，最好分散保存，不要全部放在家裡的同一個抽屜，可以一部分放保險箱，一部分放車內備用包，一部分藏在書架或牆壁夾層中。第四，準備基礎的醫療包，包括感冒藥、退燒藥、止痛藥、创可貼、消毒藥水，以及家中固定服用的處方药備量。如果家裡有慢性病患者，特別要確保至少2周到1個月的藥物儲備。第五，準備手電筒、電池、行動電源、備用瓦斯爐與瓦斯罐，以及一份印出來的緊急聯絡清單，包括家人的電話與最近的醫院、避難所地址。第六，如果你住在沿海低洼地區或大型斷層帶附近，請先研究一條從家裡到高地的安全撤離路線，並且和家人約定好集合地點。第七，準備一份小型急救手冊，至少要會基本的止血、包紮、心肺復甦，這些技能在大規模災難中可能救你一命。第八，把重要文件，包括身份證、護照、戶口名簿、保險單、銀行存折的影本，掃描成電子檔，分別存在雲端與隨身碟中，並且把紙本、影本放進一個防水的密封袋。這些事情聽起來很瑣碎，但每一項都是過去30年裡無數真實災難幸存者用血淚換來的經驗。日本311地震時，那些提前準備了2周存糧的家庭，是當時最早恢復穩定生活的群體。台灣921地震時，那些手邊有現金的家庭，是最早能在第一時間買到醫療物資的家庭。2011年的福島核災，那些有自備收音機與簡易輻射偵測器的家庭，是最早做出正確判斷、選擇撤離方向的家庭。準備不是悲觀，準備是對家人最大的負責。最後，我們來聊一聊帕克這次預測中最容易被忽略卻又最重要的那個關鍵詞——意念。他不止一次強調，預言是可以改變的。他甚至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如果有1000萬個人在同一個時間段裡都把心念集中在某個地方的和平與穩定上，這個畫面真的會在能量層面產生影響。聽起來很玄，但其實這正是世界各大古老文明，從印度的吠陀傳統到中國的天人感應，到西方的群體祈禱，共同擁有的一個核心信念：我們的念頭本身就是一種能量。當足夠多的人同時想一件事，這件事就會在現實中產生折射。近年來，甚至有一些科學實驗正在嘗試量化群體意念對物理世界的影響。普林斯頓大學的全球意識計劃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在全球各地放置了數十台量子隨機數產生器。這些機器本來應該產生完全隨機的數字，然而研究人員發現，當全球發生重大集體情緒事件，例如911恐攻、戴安娜王妃車禍、跨年夜倒數，這些機器的隨機性會出現可量化的偏移。雖然這個研究在主流學界仍有爭議，但它至少打開了一個可能性。也許我們的心念真的有某種我們還不了解的力量。所以朋友們，當你看到這裡的時候，請花1分鐘，閉上眼睛，把你的心念集中起來，想象未來幾周裡，地球上所有的家庭都平安無事，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自己的房間裡安心入睡，所有的老人都能在自己的院子裡曬到太陽。也許這只是一個微小的念頭，但當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念頭匯聚在一起，誰又能說它對未來沒有絲毫影響呢？我們不知道帕克這一次的預言最終會以何種方式應驗，或者根本不會應驗。但我們知道一件事，做好準備，心存善念，珍惜眼前的每一天，這從來都不會錯。下一次當你打開家裡的櫃子，請看看裡面有沒有足夠的米、水和藥。下一次當你打開錢包，請確認裡面是否有一些紙鈔。下一次當你抱着家人時，
請多停留3秒鐘，因為這個世界從來都比我們想象的更不可預測，而我們能做的就是把每一個能準備的當下準備好。更深一層去想，帕克的這些預言其實是一面鏡子，它照出的不是地球的未來，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們是不是太依賴穩定？我们是不是太相信明天会和今天一样？我们是不是把太多重要的事推遲到一個從未真正到來的以後？地震、氣體雲、銀行擠兌、網絡攻擊，這些聽起來遙遠的詞，其實都在提醒我們同一件事：生命的本質從來就是無常。我們能做的不是和無常對抗，而是和無常和解，把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過得像最後一天一樣豐富，像第一天一樣感恩。帕克說，他看到的畫面裡有黑暗，但也有光。他看到城市的廢墟中有人遞給陌生人一瓶水，他看到斷電的夜晚裡有人點起蠟燭，把家裡僅剩的麵包分給鄰居。他看到金融凍結的早晨，有人在街角擺出一張小桌子，把自家種的蔬菜免費送給來不及購物的老人。這些畫面，他說，比任何災難都更打動他，因為這證明人類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刻，依然會選擇彼此扶持。災難不能毀滅文明，能毀滅文明的只有冷漠。所以這支影片，我們不僅是在傳達一個關於地震的警告，更是在傳達一個關於愛的提醒。在你開始整理家裡的儲糧之前，請先打一通電話給很久沒聯絡的家人。在你開始檢查錢包裡的現金之前，請先擁抱你身邊那個熟悉到你已經很久沒有真正看過一眼的人。在你開始準備手電筒之前，請先點亮自己心中的那盞燈，因為真正能在災難中救你的，從來不是物資，而是那些和你共度黑夜的人。